家人们，奔驰这9款发动机，5款纯坑货必毙，另外4款闭眼冲不踩雷。本人修这些车整整20年。同款故障翻来覆去见，早就把它们摸得门儿清。这些发动机里，有的靠硬实力圈粉封神，有的却因为毛病拉满，臭名昭著，没人爱。今天咱就反向排雷，从最拉胯的往最能打的来。而且榜单 TOP 1绝对惊掉你下巴，要是选差了，那可就惨了。每隔几个月就得给 4S 店送钱，支票开不停。但选对了就香哭，这台车啊，就算你贷款还完，再开10年都照样能打。先来说第9名，也就是 OM651 发动机。这玩意儿是 2.1 升4缸柴油发动机，奔驰2008年推出的，后来几乎装遍了自家各种车型 C 级、E 级、斯宾特还有威霆。只要是2008到2019年之间挂着奔驰标烧柴油的车，大概率引擎盖底下装的就是这货。它的问题从正时链条就开始了，奔驰好好的耐用双链条不用，非要换成更便宜的单排滚子链，而且链条张紧器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拉胯，有先天缺陷，链条特别容易提前拉长，有时候跑不到10万公里就废了。一旦链条跳齿，气门直接顶弯，搞不好整个发动机都得大修，那成本直接原地起飞。最坑的是，很多配置里这链条装在发动机尾部，这就意味着光拆下来检修的工时费就得好几千块。还没算换零件的钱，纯割韭菜。另外220和250 CDI 版本上的帕佐喷油嘴也巨拉胯，对燃油质量和工作温度特别敏感，稍微不对劲就罢工。一旦坏了，症状五花八门，怠速抖动、震动超标，严重的直接缺缸，开起来跟拖拉机似的。而且换喷油嘴巨贵，还很少只坏一个，通常一换就是好几个，钱包直接被掏空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机油冷却器密封件容易漏， EGR 阀容易堵，冷却系统在缸盖连接处也有短板，特别容易出问题。这发动机的保养成本比奔驰宣传的高的不是一星半点。车主们一个个都被坑得欲哭无泪，单在德国就有超过10万辆车因为链条张紧器的密封圈问题被召回。本来这发动机是奔着奔驰柴油发动机的未来去的，结果呢，硬生生变成了避坑警示牌，谁买谁后悔。第8名 M278 发动机，这货是 4.7 升双涡轮增压 V8， 2010到2020年期间直接给 S550、GL450、CLS550 还有好几款旗舰车型功能，妥妥的奔驰高端机型专属心脏。光看参数，这发动机简直完美到没话说，双涡轮稳稳嵌在气缸裂中间的凹槽里，死级上最大功率能飙到429马力。动力输出又顺又细腻，开起来感觉车子跟飘着似的，丝滑到起飞，但现实狠狠打了脸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早期生产的 M278 发动机全栽在正时链条张紧器上了，冷启动的时候会发出特别明显的哒哒哒异响，一听就不对劲儿。奔驰后来也发了技术公告，让加装指挥阀更换张紧器，但这毛病波及了好几个年份，好几千台发动机，坑了一大波车主。有的车主发现的早，还能少花点钱，没发现的直接惨上加惨。要知道，双涡轮 V8 一旦正时错位，那维修费说出来都能吓你一跳，根本没人愿意聊这个话题，纯烧钱无底洞。紧接着，气门座泄漏的问题又冒出来了，有些发动机的气门座直接密封失效，导致缺缸，动力拉胯。想修这个毛病，得把发动机整个拆下来，卸了缸盖，再换密封件。要是过了质保期，车主们反馈维修费直接飙到1万美元以上，这钱都能买个普通代步车了。除此之外，早期款 M278 还有活塞拉伤的通病，气缸壁会被刮出划痕，导致机油消耗暴涨，到最后直接发动机报废，真的太坑了。要知道，这发动机装的都是路上最贵的一批奔驰，可它一旦坏了，修起来的价格也贵得离谱，谁修谁肉疼。第7名 M271 发动机坑到没朋友，这玩意儿是 1.8 升4缸发动机，2002到2015年期间广泛搭载在 C 级、E 级、SLK 还有 CLK 上，出镜率巨高。它有自然吸气、机械增压、压缩机款，后期还有涡轮增压版本。本来是奔驰用来替代老款 M111 发动机的，可谁知道一换就拉胯，耐用性直接断崖式下降，肉眼可见的拉胯。M271 的正时链条拉长，那可是现代奔驰史上被吐槽最多、最出名的故障之一。懂车的人都知道这毛病有多离谱，只要链条拉长到一定程度，发动机就会正时错乱，出现缺缸。要是不管不顾，活塞直接就撞上门了，发动机直接废一半。而且链条拉长真不是小毛病，不是随便修就能好的。
很多车型都得把发动机整个拆下来修，尤其是那些里程数高的 W203、W204 款 C 级，维修费分分钟超过车子本身的价值。修吧亏死，不修把车子直接报废，纯两难。除了链条的坑，机械增压、压缩机版本还有专属毛病，增压器轴承和离合器特别容易磨损，开着开着就罢工。后期的 CGI 直喷版本更坑，进气门容易积碳，还得定期做核桃砂清洗，不然发动机根本跑不顺畅，又是一笔额外开支。另外，凸轮轴调节器和气门室盖的垫片也经常漏，发动机舱全是机油渍，车厢里还飘着一股烧机油的味儿，难闻又闹心。说真的 ，M271 比它的上一代发动机 M111差远了，纯属倒退。时隔20年，我们修车间里还天天能碰到修这台发动机的车，坑人无止境。第6名 M272 发动机，要是说2000年代哪台发动机最能代表奔驰的可靠性拉胯，那必须是它。这货是 3.5 升 V6 发动机，2004年登场，用来替代大家都爱用的 M112。后来直接装遍了奔驰全系列车型，堪称街机级发动机 ，C350、俄50、ML350、R350、CLK350，甚至部分 S 级都有它的身影。当年真的是无处不在，哪儿都能见到。它最致命、最出圈的毛病就是平衡轴链轮。2004到2008年生产的这批发动机，因为制造缺陷，平衡轴链轮和驱动它的舵轮特别容易提前磨损，用着用着就废了。等链轮磨坏了，发动机就会机械正时错乱，开车的时候抖得不行，故障灯疯狂亮，到最后直接报废，损失惨重。就因为这个缺陷，奔驰还被集体起诉了，可见坑了多少人。而且修这个毛病巨麻烦，得把发动机整个从车上拆下来，谁让平衡轴藏在发动机缸体最里面，不拆根本碰不到呢？除此之外，坑点更是一大堆。进气气管用的是塑料杠杆系统，脆的一批，动不动就断裂。凸轮轴塞密封件，还爱漏机油，发动机舱搞得脏兮兮。电子控制节温器更是个短命鬼，跑不到6万公里就容易坏，一坏就发动机过热，分分钟搞废发动机。还有2次空气喷射泵也是个故障常客，冷启动的时候会发出巨大声的嗡嗡声，老远就能听到，尴尬到抠脚。奔驰本来是想把 M272 打造成全系列的扛把子发动机，结果呢，硬生生变成了给车主上的最昂贵的一课，谁买谁交智商税。最气人的还不是它本身坑，而是它替代的机型。上一代 M112 V6 那可是出了名的简单耐用，跑几十万公里都不带出毛病的稳的一批。奔驰放着好好的成熟设计不用，非要瞎改，改的一无是处，方方面面都比上一代差，简直离谱。后面榜单里还会详细说 M112， 等你们听完就知道，这俩发动机的差距根本不用多说，一眼就能看明白。这第5名真的越说越心疼，因为这台发动机真的太特别太可惜了，就是 M156， 一台 6.2 升自然吸气 V8 发动机，它可是 AMG 有史以来第一台也是唯一一台完全自主从头设计的发动机，含金量拉满。每一台都是由单独的技师手工组装的，技师的名字还会刻在名牌上，拧在发动机上，仪式感直接拉满。当年的 C63、E63、ML63、ML63、CLS63，还有 SLS、AMG 装的全是这台心脏，转速能轻松飙过7000转，不用一个涡轮，最大功率就能干到518马力，猛到离谱。可偏偏它栽在了缸盖螺栓上。发动机序列号在60658之前的那些机型，缸盖螺栓特别容易生锈失效，一碰就坏。一旦螺栓断了，冷却液就会渗进燃烧室，直接导致缺缸，冷却液流失，要是不管，直接液压锁死，发动机当场报废，救都救不回来。早期预警信号其实很明显，冷却液指示灯亮，排气有冷却液的味道，还有莫名的缺缸，只要发现一个就得赶紧去检查，别硬撑。后来奔驰也重新设计了螺栓，但那时候已经有好几千台发动机装着老款螺栓上路了，坑惨一批车主。而且换缸盖螺栓巨麻烦，得把缸盖整个拆下来，就算在外面的独立修理厂修费用也得在4000到6000美元之间，钱包直接被掏空。除此之外 ，M156 的凸轮轴凸角也会随着时间磨损。一般跑个10万公里，进气凸轮轴凸角就会出现磨损，甚至磨穿液压挺柱。冷启动的时候会发出哒哒哒的异响，到最后直接触发发动机故障灯，越修越糟。按时换机油，用对粘度的机油确实能缓解，但就算保养的再好，也躲不过这个通病，太无奈了。说真的 ，M156 是奔驰有史以来声浪最好听的发动机之一，但同时也是最让人揪心、最不敢入手的一台。好看好听就是不省心。插句题外话啊，家人们，咱们频道的数据显示，现在看视频的人里80%以上都没订阅。你们明明很喜欢看这类内容，可算法不知道啊，下次就刷不到咱们的视频了。既然都看到这儿了，说明你们是真的关心自己奔驰的发动机状况，赶紧点个订阅，别错过后面的内容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接下来要说的就是那些真正凭实力赢口碑的发动机了。
这些狠角色跑个30万公里，保养记录上除了常规保养啥毛病没有，稳的一批。第4名 M112 发动机，奔驰的良心神机，非它莫属。这货是 3.2 升 V6 发动机，奔驰1997年到2006年期间生产。当年的 W210、俄20、W203、C320、W163、ML320， 还有好几款车型装的全是它。还记得前面坑哭人的 M272 不？当年 M272 就是来替代这台 M112 的，可替代款反而更拉胯，这就足以说明 M112 到底有多能打、多靠谱。M112 用的是单顶置凸轮轴设计，每个气缸3个气门，正时用的是链条，不是容易坏的皮带，而且是纯自然吸气布局，没有涡轮，没有机械增压，结构简单到不行，根本不会出那些乱七八糟的复杂毛病。大部分配置下，它能输出218马力，动力足够用，开着不费劲，也不会让发动机内部承受太大压力，耐用性直接拉满。它的通病都是小毛病，不值一提那种，就是里程数高了之后，机油滤清器做的垫片可能会漏机油，还有进气气管的翻板偶尔会出点小问题，也就这些了。没有平衡轴缺陷，没有缸盖螺栓断裂，更没有能搞废发动机的正时链条拉长。对比前面那些坑货，这简直就是神仙发动机，只要按时换机油，多留一下冷却系统，这些发动机随便跑25万公里都不用做什么大的内部维修，稳如老狗。要是你们想淘一台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奔驰，又不想被修理厂坑钱，不想天天修，听我的，认准 M112 发动机闭眼冲就对了，绝对不踩雷。第3名直接封神 M104 发动机，奔驰直列6缸的不朽传奇。这玩意儿是 3.2 升直列6缸，奔驰1989年到1997年生产。当年的 W124、俄20、W202C、280、C36、AMG、W140S320，还有 R129SL320，全靠它撑场面。它是在已经很受认可的 M103 发动机基础上升级来的，加了双顶置凸轮轴，每个气缸4个气门，还有电子燃油喷射，但却完美保留了奔驰直列6缸出了名的稳如磐石的可靠性，一点没缩水。M104 用的是铸铁钢体加铝合金刚盖的组合，抗造的不行，不管是耐高温还是抗压力都拿捏的死死的，根本不用操心。正时链条耐用到离谱，气门机构也特别简单，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设计，整个工程设计都透着一个理念。当年奔驰造发动机是奔着用几十年去的，可不是只撑过质保期就拉倒，良心到不行。在奔驰圈子里 M104 发动机原厂内部零件跑30万公里的案例一抓一大把，说它是100万公里无大修的种子选手，一点不夸张。它的主要短板全是小毛病，根本伤不到发动机本身，就是时间久了线束可能会老化，里程数高到离谱的时候，气门室盖和缸垫可能会渗点机油，还有节气门的电子部件偶尔会闹点小脾气，仅此而已。这些都不是能搞废发动机的大问题，纯属常规保养就能解决的小插曲。要是你们能淘到一台保养的好的，装了 M104 发动机的 W124 或者 W202， 那可就捡到宝了。这可是奔驰有史以来最可靠的传动系统之一。这些车都是2000年代初奔驰开始减配之前造的，每一个零部件都透着扎实，和后来的减配款比，差距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质感直接拉满。第2名 OM606 发动机，柴油界的不死战神。这货是 3.0 升直列6缸柴油发动机，奔驰1993年到2001年期间生产。当年的 W124、W210E 级、W140S 级，还有 W463G 级，全装过这台狠角色。要是说 M104 是奔驰汽油发动机的黄金标杆，那 OM606 就是柴油发动机里的天花板，地位直接对等。这发动机用的是铸铁钢体加铝合金钢盖，靠谱到骨子里。燃油喷射是机械或者半机械款，看具体配置，没有高压共轨系统，没有柴油颗粒过滤器，更没有 EGR 那些复杂到不行的玩意儿。简单来说，电子元件少到可怜，几乎没有能出电子故障的地方，省心到爆炸。内部零件都是超规格打造，用料扎实到过分，冷却系统也给的特别足，气门机构更是简单粗暴，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设计，根本不会出乱七八糟的毛病。在欧洲和非洲，很多出租车队用装了 OM606 的奔驰，原厂的钢体曲轴硬生生跑过50万公里，还能接着造，抗造能力拉满。改装圈的大神们给自然吸气的 OM606 装上个涡轮，马力直接干到500以上，原厂内部零件居然还能扛得住，离谱到不敢信。
这发动机的名声不只是靠谱，简直是近乎不可摧毁，打不坏，造不烂。唯一需要日常留意的保养就是换个预热塞，偶尔检查一下喷射泵，除此之外几乎没别的烦心事。要知道，这发动机就算烧劣质油，在极端气候下跑，也能比它所在的车身还耐用。那些小保养简直不值一提。欧美606就是那种修车师傅都会推荐给其他修车师傅的发动机，懂的都懂。很多人改兰德酷路泽、乌尼莫克的时候，都会把这台发动机换上去，就图它靠谱，永远不会把人扔在半路上，安全感拉满。也正因为这样，2000年代初装了这台发动机的 W210E 级柴油版，现在价格悄悄上涨，而同款汽油版却一直没人要，差距直接拉满。家人们，终于到榜首了，第一名 M113 发动机稳坐第一，实至名归，凭实力封神。这货是自然吸气 V8， 奔驰1997年到2007年生产，有 4.3 升、5.0 升、5.4 升3个版本，覆盖超多车型 W210、W220、S500、W163ML500、W215SL500、W203C55AMG， 还有好几款车全靠它撑场面，就连 AMG 都基于它造了个 5.4 升机械增压版本，叫 M113K。马力直接干到469匹，而且作为一款强制进气的性能发动机，居然异常靠谱，离谱又惊喜。M113是接替 M119来的，而且简化了设计，不搞花里胡哨的，用的是单顶置凸轮轴布局，每个气缸3个气门正时链条传动，没有复杂的可变气门正时，结构简单到不行，故障率直接拉到最低。也正因为这样，这一系列发动机 4.3 升版本能输出275匹马力， 5.0 升版本能到306匹。动力输出又顺又线性，开着巨丝滑，而且除了按时换机油，几乎不用额外操心，省心到爆炸。它的通病少到可怜，只有里程数高到离谱的时候，正时链条导轨可能会有磨损，还有气门式盖垫片偶尔会渗点机油，没了。一款在路上跑了快30年的发动机系列，毛病就这俩，简直离谱。只要定期保养，按时换机油，这些发动机随便跑30万公里都不用拆开发动机大修，稳如老狗。据说还有些只做常规保养就跑过了50万公里，抗造能力直接拉满。M113 的特别之处不只是它做得好，更在于它从来不会出那些致命的烂毛病，没有容易坏的涡轮，没有容易出故障的复杂可变气门正时，更没有会磨损的平衡轴链轮。燃油喷射系统靠谱，冷却系统设计的也到位，缸体曲轴更是超规格打造。日常开的时候，它承受的压力连自身极限的零头都不到，想坏都难。就连 AMG 的机械增压版本 M113K 也延续了这种靠谱理念，加装了 Lyshom 螺杆式机械增压器，马力干到469匹。作为一款能输出这么大马力的强制进气发动机，居然几乎没什么故障，太牛了。M113 用实力证明奔驰能造出一款既靠谱又精致的 V8 发动机，两者完全不冲突。要是你们想淘一台二手奔驰，想要一个能长期放心开不怎么修的动力系统，听我的，认准 M113 闭眼冲就对了，绝对不踩雷。觉得这段内容有用的家人们，赶紧点个订阅，每周都有新视频更新。